如果你去看一些早期原子弹试验的照片的话，通常会在爆炸火球旁边看到这些歪歪扭扭的白线。它们是什么？可能有的朋友会认为这些白线是由原子弹自己爆炸所产生的，但是我要告诉你啊，长崎和广岛丢下的原子弹就没有这些白线，所以很显然它们不是原子弹自身的产物，而是人为给附加上去的。那为什么要附加呢？这就跟原子弹爆炸的特性有关了。具体来说呢，是跟原子弹爆炸之后十几毫秒内的特性有关。虽然时间很短，但过程却已经经历了几个阶段了。第一个阶段发生在原子弹爆炸的最初几微秒内，此时爆炸的辐射前沿比其内部的冲击波膨胀速度要快得多，于是我们此刻看到的火球呢，实际上是由辐射所产生的。然而随着火球的膨胀，辐射传递能量的速度开始减慢，内部冲击波的膨胀速度将辐射前沿给超过了。这大概发生在火球的平均温度降至30万摄氏度时，也就是爆炸后的1/10毫秒左右。于是我们此刻看到的火球呢，实际上已经是由冲击波产生的了。它之所以看起来还是一个火球，是因为此时冲击波的能量还相当之高，在它往外移动时呢，可以压缩环境空气，使之升温后变得炙热不透明。接着第3阶段就来了，随着火球继续膨胀，冲击波的能量逐渐下降，很快它所能加热的空气就无法达到不透明的程度了。于是冲击波火球开始渐渐变得透明，露出其后的辐射火球了。你要是不知道这个知识点的话，还会觉得很奇怪呢。为什么火球炸着炸着还炸小了呢？这种情况呢，发生在爆炸后大约15毫秒，通常被称之为脱离现象。好，现在问题出现了啊！冲击波脱离火球变得不可见了，我们该如何观察并记录它呢？要知道啊，爆炸当量很多呢也是由它所贡献的嘛，要是测不准就很尴尬了。使用冲击压力计似乎是一种解决手段。但是它们几乎只能被放置在地面附近，而放在地面附近呢，就意味着它们几乎一定会受到冲击波和地表相互作用的影响，测出来的读数往往是不准确的嘛？怎么办呢？难道就没有别的观测方式了吗？天无绝人之路啊！此时一个非常偶然的发现帮助了所有的人。它就是在1945年7月16号首次原子弹爆炸实验当中，通过高速摄像机拍下的缆绳断裂画面。当然，它实际上呢是一种光学错觉，缆绳并没有真正的断裂。当时这根缆绳系着一个高空气球，大概呢也是一个观测和记录用的气球吧。当高速摄影机以10000帧每秒的速度开拍原子弹爆炸的画面时呢，它无意间就捕捉到了这个位于火球附近缆绳上面的一些奇妙的变化。当冲击波靠近缆绳时，似乎缆绳的其中一节被震断了。但是如果继续往后观察的话，这个断掉的部分居然还会往上跑。见了鬼不是？唯一合理的解释就是缆绳并没有真正断掉，而是由于光线在冲击波前沿普通空气和压缩空气的交界面上发生了折射造成的。那科学家的脑洞一下子就打开了，我们完全可以用这种缆绳断裂的方式，让隐形的冲击波现出原形嘛。只不过呢，他们找到了更好的媒介——烟雾火箭。由海军军械实验室专门设计，用来跟踪不可见的冲击波的神器。它们会在核爆点附近一字排开，并且在爆炸的几秒前从地面发射，形成一组白烟轨迹的垂直阵列。当原子弹爆炸产生的冲击波穿过它们时呢，会随着时间变化，在它们身上观察到移动的断点现象。将这些断点绘制出来之后，就追踪到了冲击波的发展轨迹，从而准确地计算出冲击波的速度，进而让科学家准确地计算出爆炸当量。是不是相当巧妙呢？那话说你在一开始的时候有没有猜对呢？这是一枚2战美军使用的100磅通用炸弹，型号为 ANM30，内装高爆炸药。当然，大家不要怕，也不要去举报我，它就是一个用3D 打印制作的模型罢了，里面啥也没有，只不过经过我稍微一涂装呢，显得很逼真罢了。而且功能上除了不会爆炸，也很逼真哦。比方说这一头一尾的2个螺旋桨叶片是真的能转的哦。昨天我有问大家它们是干什么用的，很多人都答得8、9不离10，但还不够准确啊。所以今天我们就来科学的了解一下它。是的这一头一尾2个螺旋桨呢，的确是炸弹的引信，但它们同时也是炸弹的保险。我们先来看前面的这一个它的型号是 AN-M103，是一个撞击激发引信，也就是说一撞就炸。而为了不让它在弹仓里面一撞就炸呢，它就需要一个保险装置。这个螺旋桨就是它的保险装置了。它必须要转上很多圈之后呢，才会解除保险，使炸弹进入到零爆状态。
很多朋友答错的地方呢，就是在这儿了。他们会说螺旋桨是一个延时引信，当螺旋桨一停呢，炸弹就会爆炸。这个呢多半是被影视剧给误导的。实际上，大家要记住啊，螺旋桨只是一个解除保险的装置，引信本身是延时还是撞击的，跟它毫无关系。它不转，炸弹撞了也不会炸；它转完了，炸弹不撞，它也不会炸。你记住了吗？好，那么尾部的这一个螺旋桨跟前面的螺旋桨的作用是一样的吗？差不多啊，它也是一个带保险的引信。这枚上面的型号呢是 AN-M160，它虽然也是一个撞击引信，但是也可以设置来稍微延时一点点的，从0.01秒到0.24秒。当然，炸弹的尾部引信呢是有很多的啊，所以也有很多是可以正儿八经延时的，它们会从数分钟到数小时不等，通常也是由一些复杂的机械装置来实现的。但是它们都跟螺旋桨无关啊，螺旋桨的旋转只是在解除保险。你不好奇它是怎么解除的吗？还好我之前做了一个简单的动画，请看演示。当炸弹下落，空气往上吹时呢，引信上面的叶片也就被吹得快速的旋转了起来。连着叶片的是一个最高可以达到100倍的减速齿轮的机构，而减速齿轮用来驱动装着撞针的套筒往外走，慢慢的撞针往外移，来到了激发位置。而与此同时呢，一个巧妙的机械结构也让原本与撞针不在一条直线上面的敌火呢，进入到了撞针的视线范围，一场轰轰烈烈的爆炸，于是便一触即发了。也就是说啊，炸弹一开始在没有解除保险时呢，撞针跟敌火根本就是错位的嘛，那当然怎么撞都不怕了。好，最后这根铜线是干什么的呢？它是保险的保险。当炸弹挂在弹仓里面时呢，铜线会穿过头尾引信上面的螺旋桨上面的小孔，将它们锁住，避免它们意外转动造成麻烦。而当炸弹扔下时，铜线则是被拽住的，于是保险的保险被拉出来了，螺旋桨就能够自由旋转了。这下你们都会了吧？这卷胶卷价值1000万，为什么？因为它里面是对的，是这些粉丝总和过1000万的科普大佬们，能够用胶片给他们拍上一张照片呢，是我的荣幸。而且跟数码不同，他们是真真实实存在于我拿在手上的底片里面的，不会消失哦。哇，这种感觉实在是太棒了！这也是为什么我一直以来都很喜欢用胶片拍照片的原因了。当然，除了感觉，胶片的质感还有胶片拍摄的过程跟数码呢都是完全不同的体验啊，非常值得一试。甚至亲手冲洗胶片，我也强烈推荐你要玩一玩哦。所以我就再把2年前的视频翻出来给你看一看，看这一次能够让多少人种草啊！之前黑白胶卷的冲洗理论呢，我们已经讲过了。所以说，今天我们就直接来实践一下。这个是德国的一个非常老牌的一个胶卷，是一个感光度是50的胶卷。然后这个据说呢，它里面的这个分辨率是非常高的，然后它的是全光谱的性能非常好。这卷胶卷是在2020年的12月份就会过期的，现在已经是2021年的10月份了，过期了1年，对，差不多1年。然后不知道它效果会怎么样。然后我们要用到其实冲黑白胶卷相对来说还是非常简单的因为它只有几步嘛。第一步是显影，然后显影完了是定影，然后定影完了之后呢，就是一个长时间的冲水的这样一个过程，然后最后呢再加上所谓的稳定剂就是这样一个稳定，其实去水质的。因为我们用水洗之后呢，那个胶卷底片上面有可能会沾上水质，然后有水质之后，这个后期再扫描各方面处理可能就不是太方便了。那用这个完了之后呢，我们就可以直接把它挂到晾干结束，它就是没有任何水质的。那现在我们就开始来试一下这是我的胶卷，这是我的显影液，然后它们两个呢是匹配的，这都是 HR50的这个 HR50的胶卷，再加上 HRDEV， 就DEV 嘛是 develop， 对 develop 就是胶卷这个冲洗的这样一个英文的缩写，然后。其实这个药水呢也已经过期了，是2018年的9月24日就过期了，所以说这两个都是过期的。但其实黑白这个胶卷和黑白药水呢过期并不是太重要因为这个它总之最后的呈现因为胶卷说白了就是一个
有所意外性嘛，对吧？胶卷拍摄它跟数码最大的一个区别就是它总会给你一些惊喜，就像上次这个九寨沟翻车的，我还能救回来呢，所以这个应该问题不大。它的这个显影时间呢是1:49，也就是说用1份药水加49份这样一个清水混合起来之后呢，在22度的条件下要显影11分钟。那我看看现在的水温是多少？26.5度。现在的水温是26.5度，也就是说是比它的这个标准的要高4.5度。理论上是应该要缩短时间的如果是11分钟的话，大概估计应该在6、7分钟、7、8分钟这个样子。但是呢，考虑到我的药水和胶卷它都是过期的，所以我就按照这个正常的22度的来显影11分钟。我们来试一下。顶多它不会出现这个显影不足的情况，肯定是会显影过度，对吧？显影过度那可能会出现什么呢？它就会更厚就是胶卷的话，它底片出来就会变得更厚，最后所呈现出来的效果其实就是它的对比度会更大，黑的更黑亮的会更亮。这个每个人喜欢的这个不一样，有人喜欢这个比较柔和的，有人喜欢这个比较厚重的。对，我们看看出来之后会是什么样子先取胶卷吧，对，然后把胶卷取出来之后呢，装到我们的显影罐里面，这是我的显影罐，然后显影罐打开，装到这个片芯里面，这个呢都是要在暗袋里面进行操作的。如果你没有暗袋的话，那有一个巨大的暗房也可以当然我这儿是没有暗房的，所以说我就用暗袋。我取胶卷可以用这个。这是一个马田的这个专门的暗盒，就是取胶卷的这样一个小工具，其实很简单，把它插进去，可能有点手生了，我都好久没有取过了。然后听声音，好，听到咔的声音之后呢，两个一起掰进去，你看就夹出来了。需要把这几样东西暗盒，然后片芯、片轴。胶卷、盖子、剪刀，然后全部放到我们的暗袋里面，然后把手伸进去，就开始黑暗当中进行摸索了，完全凭手感。但我手感还不错因为以前也装过很多次了。好，装好了，把它插到片轴里面，装进冲洗罐就可以了。夏天在暗袋里面装胶卷是一件非常痛苦的事情，会闷在里面出很多汗，然后汗一多的话，它就会把胶卷粘住之后就更不好取了。所以说我强烈建议，如果是夏天的话，在家里面用暗袋来取胶卷，一定要开空调。好，把它压紧，确保压紧之后呢，然后再打开。好，现在搞定了，胶卷现在就已经在里面了，然后等待着我们把它给这个显影出来。而第一步呢，先要用水给它润湿一些。我这个虽然说是用有矿矿泉水这个瓶子装的但是家里面再有矿呢，也没法这么豪这里面其实是自来水，是空瓶子而已。对，先用一些水给它洗一洗。好，然后把它，可以看到这个是非常黑的所以再洗一下。第二次水呢，就会要干净很多了。接着就要开始显影了。用这个药水呢是，你看1:49，也就是说1份它，然后49份清水。最简单的方法就是10毫升的这个药，490毫升的清水，又煮成了500毫升。因为我这里面只有1卷胶卷，其实没有必要这个用到500毫升的这个药水。如果滚的话，240毫升就可以了。那我就用一半吧，也就是说5毫升的药水，然后再加245毫升的清水就 OK 了。其实这个药水配出来之后，完全没有必要说是只用一次就把它倒掉，可以用，应该是冲2、3卷是没有问题的。
摇晃均匀。好，接下来就把它倒进去，但倒进去之后呢，我们必须要计时。开始计时。那接着呢，就是一个比较机械化的操作了，滚。当然也可以用一些这个比较巧妙的方法，比如说像以前我就自己做了一个这个电动的这个滚筒机，但是上次搬家的时候呢没有带，所以说现在又恢复成手动来滚了，频率不能太高啊。然后这个滚动呢，其实也是有手法的，就是如果你滚得太慢，它有可能会显影不充分；然后如果滚得太快的话，也有可能显影过度。所以说这个完全是取决于这个经验，对，然后根据你最后显影出来的效果，然后来做一些调整。哎呀呀呀呀呀！哎呀呀呀呀！你要是能帮我摇就好了啊。A few moments later， 时间快到了，把它倒掉。如果要讲究一点的话，现在应该是要倒一步叫做停止液啊，但是呢，就是我没有那么讲究啊，也所以说直接倒清水也可以的，直接倒清水，然后把它洗一遍。也就是说，把刚才的我们的显影液的这个残留液呢，给它去除掉。就这一步到底你是洗一次还是洗2次，其实问题都不是太大的，最主要是把它洗干净就可以了。把之前的药水给它洗干净就可以了。好，其实，在我们之前显影的过程当中呢，就可以先把定影给它配好，但是我没有配，所以说现在就放在这儿，然后来配定影。定影呢也是这个 ADOX 的，然后是1:9，也就是说1份它1份药水，然后9份清水。那如果我要配250毫升的话，就是多少？就是25毫升的药水加上225毫升的清水。定影药水，其实定影药呢就可以用的次数更多了。根据我之前的经验啊，我的定影药水最多的时候可能冲个10几卷胶卷都没有任何问题。当然还是要注意这个每次冲胶卷的间隔期，你前后间隔时间不能太长，因为药水它会氧化嘛，然后氧化完了之后，这个它的药力啊各方面就不够了。然后当这个定影药水药效不够的时候，它最后定出来的这个胶卷就不通透。说白了就是它没法把这个胶卷上面还没有显影的那个乳化银啊，等等化学物质给它这个清洗掉，所以说最后的就会呈现出来的感觉呢，就是在胶卷上面有一层雾蒙蒙的东西。但这个如果你发现我们定完影之后，你把这个胶卷底片取出来，发现上面并不是很通透的话，也很好解决，你再把它放进去，然后再定影就可以了。那到了定影这一步呢，其实它就不怕光了，你把它拿出来也没有任何问题。好，定影的时间呢，30分钟、4、5分钟都可以，比较随意了。那这一步也是摇啊摇，摇啊摇，摇到外婆桥。好，我们还是定个时间吧，定个5分钟吧。这一步完了之后呢，其实就是水洗了，剩下就是水洗了。但是在水洗之前呢，我们可以用这样一个叫做水洗促进液，来泡一下，给它浸泡个1分钟左右。它的作用呢是可以把这个我们的定影液给它用化学的方式给它中和掉。这样的话就是会待会儿在冲洗的时候呢，就冲洗的会更彻底一些，同时可以减少水洗的时间。因为水洗的话，通常它要求你要在流水的状态下冲洗10分钟，但这样的话其实是蛮浪费水的。现在水资源又是非常紧缺的一样东西，所以说最好是用这个水洗促进液给它把之前的这个残药给它去一去。然后呢，就是我们水洗的时间就会变短一些，然后其实也可以变相的省出一些水嘛。你看这个药水缸子里面各种各样的化学药水就混合在一起了。我记得以前这个高中的时候上化学课，最喜欢做的事情就是把各种药水混在一起，差一点就这个把实验室给炸了。好，现在打开看一看。对，现在就可以直接打开了，因为已经定过影之后呢，
里面的影像已经是固定在片机上面了，对，它就不会受到光线的影响了。我们来看看啊，来看看，哎，你看，这样一看就可以看得出来，看到没？这就是很显然是定影充分的，对，说明我们已经定好了，并且呢，这个定影药水的药效还是蛮强的啊。倒掉之后呢，其实可以先用清水洗一波。然后再用这个500毫升的水的话，滴入4到5滴就可以了。我这个瓶子正好是500毫升的，所以说直接往里面滴。哟，这是粘稠状的吗？怎么滴一滴的啊？哦，好吧，刚才算3滴啊。混合的方式也是特别直接啊。然后浸泡，哎，可以的，可以的。我已经看到了，应该是歼16D 了。好，这个时候就要上水冲了，早起，冲水去了。对，这其实就是一个花时间的一个过程，然后直接让它在这儿冲就 OK 了。只要待会儿，保洁大妈过来不批评我就好了。好了，水洗已经结束，配个稳定液，1、2、3、4、5，好。这个浸泡个几分钟之后呢，出来就什么也不用管了。像以前的话，我最早的时候我还会用刮水的一个夹子去刮一下，但那个的话就是第一，我觉得还是刮得不够彻底，然后还是会有水渍出现，然后另外它有可能会把这个底片给刮坏掉，所以说我不建议啊，我们就直接用这个泡一泡，然后浸泡一下，等个1、2分钟，然后就可以把它拿出来直接一挂就行了。我已经找了一个非常好的位置了，成功的，把它夹起来挂在这儿，然后等它晾干就可以了。对，你看，好看吗？还有整个把它放大。这几年啊，肉眼可见，虚拟经济飞速崛起，实体经济步履缓慢，两者似乎有点水火不容。哎，好，现在又多了一个比虚拟还要更虚拟的元宇宙。那元宇宙跟实体经济之间的矛盾岂不就更大了？错啊，那得要看元宇宙在哪边生根发芽了。只要土壤好，就能够结出虚实相生的累累硕果。比如位于上海的安亭镇，那土壤啊，真是相当之好啊。我来解释给你听听。首先啊，这个小镇呢是一个充满活力的产业重镇，尤其是汽车产业。在这里，汽车可不仅仅只是一种交通工具哦，它更是小镇生活的一部分。上汽大众、蔚来、理想等整车头部企业，以及安波夫、延丰等零部件龙头企业聚集于此，使这个位于上海大都市圈规划与长三角一体化国家战略叠加区域核心位置的小镇呢，成为了国内汽车产业规模和影响力的顶流。而这正是元宇宙所需要的，一个实体产业的丰富数据和场景，一个与虚拟世界相结合的理想平台。其次啊，安亭不仅仅是汽车之乡，它还是科技之地。同济大学为这里提供了强大的智力支持，设立在此的自主智能交通产教融合创新创业联盟，聚焦于智能汽车、智能制造和智能网联等产业领域，从而促进了学校的学科集群和安亭的汽车产业集群的融合发展。这也为元宇宙技术的应用提供了强大的技术人才支持，为元宇宙在汽车产业的落地打下了坚实的基础。最后还有一点很重要，那就是对元宇宙的敏锐洞察了。在很多人还是将元宇宙看成是一个只能用来玩游戏、体验虚拟冒险的地方时呢，安亭人就敏锐地洞察到实体经济与之融为一体的可能性了。为什么元宇宙技术不能被用来构建虚拟的工厂，不能被用来进行虚拟的生产和虚拟的测试，不能够被用来为社会提供更加智能、更加高效的公共服务呢？当然可以啊！这样不仅能够提高汽车制造的效率和质量，降低成本，还能够使应急保障机制更加的智慧安全，使融资和
和金融支持更加的个性化，让实体经济也搭上了元宇宙这艘宇宙飞船，嗖的一下快速增长。安婷可不是光说不练啊，她连这场产业新变革的策源地都已经打造起来了。原创湾作为汽车元宇宙的产业基地，将联手长三院、北理工、国际虚拟引擎领军企业 Epic Games 共同创建汽车元宇宙研究院、元宇宙创新中心等功能平台，聚焦于元宇宙在汽车行业的细分应用领域，从技术研发、人才输出到标准制定等6大关键环节，培育元宇宙加工业互联网的试点示范场景，使元宇宙在汽车领域的应用尽快落地，助推汽车新四化及电动化、联网化、智能化和共享化的早日转型。所以你看啊，这样的安婷其实早就为元宇宙做好准备了。顶着40度的高温出门，穿什么颜色的 T 恤会更加的凉快呢？大部分人肯定会选择白色，因为白色反光不吸热嘛，是所有 T 恤里面最凉快的一种颜色了。你这么想呢是对的，但是呢有不对。科学家最近研发出了一种新的材料，这种材料可以呈现出鲜艳的色彩，却能够100%的反射光线，使材料持续保持凉爽。这可是夏天的大福利啊！虽然夏天已经快过去了，研究小组呢就做了一项对比实验，将2辆汽车停在阳光之下，一辆车贴着普通涂料的薄膜，经过阳光照射呢，车内的温度一度飙到了70摄氏度，而贴着新型材料薄膜的车子，车内温度却能够始终保持在42摄氏度左右。这么神奇的材料到底是怎么发明出来的？它的设计灵感呢，来自于一个美丽的小精灵——蝴蝶了。仔细观察蝴蝶的翅膀呢，就会发现它们的翅膀表面覆盖着许多的微小的鳞片，这些鳞片排列成一种特殊的蝴蝶鳞片结构。这种结构可以使光线在翅膀上发生多次反射和折射，从而产生出独特的色彩和图案。仿生学研究人员呢，根据这些结构就研发出来了新型的光学材料薄膜。这种材料厚度仅仅只有几微米，薄膜分为3层，最上面的一层呢由2氧化钛和2氧化铝交替层叠而成，中间是一层粗糙的磨砂玻璃，用来散射光线，形成冷却效应。最下面呢是一层银，发挥光线反射器的作用，确保光线不会被吸收。这种材料的分层结构能够将被动冷却方式从无色物体扩散到有色物体，在不吸热的前提下保持材料色彩的性能。航天科技呢也在蝴蝶翅膀上受到了启发解决了卫星温差大的问题。人造卫星在宇宙翱翔时呢，没有大气的保护，常常会被太阳晒得滚烫滚烫。卫星温度最高可以达到2000摄氏度，而在背光区，卫星的温度呢又会降至零下200摄氏度。巨大的温度差异很容易损坏卫星上面的精密仪器嘛。一次偶然的机会，科学家发现蝴蝶翅膀上的微小鳞片具有调节体温的作用。阳光直射时呢，鳞片自动张开，减小阳光的照射角度，从而减少对热能的吸收。当气温下降时，鳞片又会自动闭合，紧贴翅膀表面，把体温控制在正常的范围之内。经过科学小组的潜心研究人造地球卫星模仿蝴蝶翅膀鳞片，打造了一套宛如蝴蝶鳞片般的温控系统。蝴蝶对人类的贡献还远远不止这些，而我们熟知的纸币防伪标志也是要归功于蝴蝶的功劳了。科学家们发现大凤蝶的翅膀呢是黄色和蓝色的，但是我们肉眼看到的大凤蝶却是绿色的。科学家在显微镜下放大了蝴蝶的翅膀，发现翅膀上呢有很多紧密排布的凹槽。凹槽底部是黄色的，斜坡上是蓝色的。当阳光照射在蝴蝶翅膀上发生了折射作用后呢，人眼看到的颜色就是绿色了。英国剑桥大学的科学家就结合了纳米科技，通过在纸币上制造凹槽，发明了钞票防伪技术。用肉眼观察钞票上面的标志时呢，看到的是绿色，而借助验钞光学设备观察时呢，这些标志就会呈现出亮蓝色。自从纸币上飞入了蝴蝶的翅膀再逼真的假币都难逃验钞机的法眼了。你看，蝴蝶竟然对人类带来这么多的帮助，下次你在见到蝴蝶时呢，一定要更加的爱护它哦，千万不要用手去触碰它的翅膀。娇嫩的鳞片呢，可是它美丽的防晒衣，千万不要弄坏它们哦。